在这个地球上，有些国家宛如地图上的细小疤痕，无声无息地存在着。布隆迪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个面积仅 2.78 万平方公里的东非小国，夹在卢旺达、坦桑尼亚和刚果之间，内陆封闭，交通闭塞，似乎从一开始就被世界遗忘在时间之外。如果你走在布隆迪的乡间公路上，会看到一种奇异的画面：年轻的男子顶着40-50公斤的香蕉、木材或水罐，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在泥泞与斜坡之间挣扎前行。他们赤脚而行，衣衫褴褛，而那辆看似不起眼的自行车却是他们全家的希望与财富。一辆28大杠甚至能换来一个媳妇。在这里，90%的人口以农业为生，却常年面临粮食短缺。香蕉是国民的主食，肉类则成了奢侈品。超过一半的家庭无法确保每日3餐，80%以上的孩子营养不良。当外面的世界早已步入高科技时代，布隆迪的许多村庄连稳定的电力供应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。这是一个被贫困、战争和孤立层层包裹的国度，但也是一个在泥泞中顽强生活，在绝望中寻找微光的地方。当我们试图重新审视布隆迪，不只是为了了解一个贫穷国家的困境，更是想问，当文明的浪潮越过高楼林立的都市，是否也能照进这片被遗忘的高原？让我们从头开始，走进布隆迪，走进这个仍在时间边缘挣扎的国度。布隆迪这个面积不到江苏省1/4的小国，坐落在非洲大陆中东部的高原地带，平均海拔超过1700米，四周被连绵起伏的山脉包围，没有出海口，远离主要国际贸易航道。它仿佛是东非高原上一块孤独漂泊的石子，静静承受着时间和环境的侵蚀。地理上的封闭注定了布隆迪难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，而更为复杂的是它深刻的历史烙印。19世纪末，布隆迪被纳入德属东非的版图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战败的德国将布隆迪连同邻国卢旺达一同交给比利时托管。比利时殖民者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，扶持突厥人统治胡图人，埋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。1962年，布隆迪正式独立，但独立并未带来和平，反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，种族冲突接踵而至。1960年代至1990年代，布隆迪多次爆发大规模内战和屠杀事件，特别是1972年和1993年。2次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屠杀，使全国上下陷入血海深渊，数十万人流离失所，经济体系彻底崩塌。1990年代末，在国际社会压力下，布隆迪终于签署了阿鲁沙和平协议。尽管大规模战争暂时结束，但族群间的不信任至今未能完全消除，政治体制仍然脆弱，腐败问题严重，民主进程步履维艰。地理的封闭与历史的伤痕交织在一起，使得布隆迪成为了非洲最贫困、最难以发展的国家之一。它没有石油，没有金矿，土地贫瘠，人口众多。布隆迪人似乎从一出生就注定要在贫瘠与动荡中挣扎求生。在这片高原上，每一寸土地，每一条小径，都浸透了过往的血泪与不屈的挣扎。布隆迪的历史既是苦难的历史，也是倔强生存的历史，而真正的布隆迪故事才刚刚开始。清晨5点，天色仍暗，布隆迪的乡村小路上已经有人影在悄然移动，女人们头顶着沉重的水罐，赤着脚踩着泥泞的小道，一步步走向几公里外的井口或河流。水是生命，但在布隆迪，取水本身就是一场艰苦的战斗。在这个国家，超过90%的人口以农业为生，然而农业生产极为原始，大多依赖手工劳作和自然降雨。香蕉是最主要的作物，也是人们最重要的食物来源。在布隆迪，一顿饭通常就是几根蒸煮过的香蕉，外加一点点玉米粉。
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摄入极其有限，肉类是奢侈品，只有在重要节日或婚礼时才可能出现在餐桌上。尽管土地广阔，但耕地多为丘陵与山坡，耕作效率极低，农民常常徒手翻土、播种、除草、收割，一些人甚至还使用着爷爷那一代留下来的木犁。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也极为有限，不是出于环保意识，而是因为太贵了。除了饥饿，交通的艰难也成为布隆迪人每日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泥泞崎岖的乡村路上，自行车不仅是代步工具，更是运输的中坚力量。那些破旧的28大杠自行车被改装成能够驮运160公斤货物的货车，年轻的男子们顶着烈日，推着沉重的车子，一步步爬上陡峭的斜坡。下坡时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控制速度，生怕车子失控翻滚。一辆自行车在布隆迪可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。骑手们用它运送香蕉、木材、水罐，有时候一次长达20公里。赚到的钱可能只是为了换一顿饭，或者给家里添置一条破旧的床单。在这里，一辆能负重的自行车甚至能作为聘礼，换取一位新娘的芳心。乡村之外，即使是首都布琼布拉，也很少有像样的公共交通系统。全国只有极少数柏油路，大部分道路都是泥土铺成，一到雨季就泥泞不堪，几乎无法通行。卡车、摩托、自行车交织成混乱的交通网络，事故频发，伤亡常见却无力改善。在雨季，一条乡村小路可能会因为一场暴雨完全塌陷，连接村落与市场的道路被冲毁，粮食运不出去，生活用品也进不来，人们只能靠步行翻山越岭，扛着米袋、桶装水，甚至病人，走上几个小时的路程。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，孩子们的成长尤为令人担忧。很多农村孩子从很小就要承担家务，包括打水、砍柴、照顾弟妹。一些孩子在6岁前就能独自背着水罐爬山涉水，而他们是否能顺利上学，还取决于家庭能否腾出劳动力来让他们离开田间。布隆迪政府虽然在努力普及基础教育，但现实是，孩子们常常面临读书还是吃饭的选择。一些家庭即使知道教育重要，也不得不让孩子早早辍学去地里干活，以换来几口饭吃。贫穷在布隆迪不是一个抽象的词，而是日复一日可以触摸到的现实。饥饿、疲惫、疾病和无尽的奔波，构成了这里最普通人的日常。而在这一切之上，人们依然微笑，依然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默默前行。布隆迪人的生命力就像他们用旧轮胎片修补的破自行车一样，尽管早已千疮百孔，却仍然倔强地在泥泞中滚滚向前。在布隆迪，香蕉不仅是主食，更构成了农村经济循环的核心。在山坡村庄的小市场上，黄色的香蕉堆成小山，发出阵阵香气。但在这里，香蕉不仅仅是吃的，它们还被发酵酿造成一种粗糙的香蕉啤酒，布隆迪底层人民赖以为生的重要商品。每天清晨，酿酒师潘弗雷特都会推着一辆沉重的手推车，穿梭在乡村小道上。他从各家各户收购熟透的香蕉，然后运回自己的简陋作坊。那里没有机械设备，只有破旧的木桶和一双双老茧密布的手。香蕉被碾碎、发酵，经过几天的自然酝酿后，变成浑浊而芳香的香蕉啤酒，并被装入塑料瓶中出售。在布隆迪，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，香蕉啤酒是家庭聚会、婚礼、丧礼上必不可少的饮品。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，人们也希望在某个夜晚举杯欢聚，哪怕只是片刻的欢乐与慰藉。与此同时，运输工塔西恩的生活也围绕着香蕉转动。他用一辆加固过的2手自行车，将几十公斤重的香蕉啤酒驮往更远的小镇，一天骑行30-40公里。太阳炙烤着皮肤，尘土糊满脸颊，一趟下来，
仅能赚取几千部龙迪珐琅，这还不到$1。即便如此，这仍然是塔希恩支撑家庭生活的唯一收入来源。香蕉经济不仅仅是食物和酒，它甚至成为一种货币，一种社会联系的媒介。在一些村落里，香蕉可以直接交换肥皂、盐、火柴，甚至是一次医疗诊治。贫困让金钱不再万能，而香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生活的衡量单位。整个生产链条依赖的是社区合作，收购、发酵、装瓶、运输、售卖，几乎每一个步骤都靠家庭成员或邻里协助完成。这种半家庭化、半社会化的生产方式，在资源极度有限的环境下维系着数以万计的人口生计。酿酒过程中也充满了变通与即兴。塑料桶不是标准酿造工具，而是就汽油桶清洗后循环使用。过滤装置用的是撕碎的布片，瓶盖常常由小孩用手工捶打封口。每一滴酒的背后，都是一整天反复劳作与小心呵护的成果。布隆迪的街头夜市上，香蕉酒摊是最热闹的角落之一。几个塑料壶，几条长凳，男人们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，女人则带着孩子来换酒或出售食物。虽然市场简陋，却是社区关系最活跃的节点。在这些摊位之间，信息传播、人情交流、婚姻撮合，甚至政治讨论都在悄然发生。有时，警察会来临检，指责他们非法酿酒或售卖无证饮品，但绝大多数时候，执法者也明白，这些微小的生意是维持社区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支柱。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仿佛默认了这套地下经济体系。酿酒师潘弗雷特说，只要香蕉还长，我们的生活就还可以继续。但他也知道，这样的经济模式脆弱不堪，一场干旱、一次腐烂事故或一个价格的暴跌，都可能让一个家庭从微薄盈余跌入赤贫。对年轻人而言，酿酒是一门技能，也是一种身份象征。许多村里的男孩在10几岁时就学会挑选香蕉，掌握发酵时间与比例，有些甚至因为酒酿得好而在婚恋市场上更受欢迎。不过，这门看似稳定的生意也在遭遇新的挑战。进口饮料和廉价烈酒正在挤压本地香蕉酒的市场，一些年轻人开始转向城市寻找其他谋生方式，而留在村里的老人们依旧守着香蕉林与发酵桶，用熟悉的方法维持着家庭的运转。香蕉、啤酒、自行车，这条微小而脆弱的经济链条支撑着布隆迪数百万人的生活。在这里，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、一次交通事故，甚至一个市场价格的微小波动，都会让无数家庭陷入饥饿与绝望。而在喧闹的市集深处，孩子们围着卖酒的小摊嬉笑打闹，老妇人拄着拐杖慢慢挑选香蕉，人们的脸上带着疲惫却又倔强的微笑。这微弱而朴素的生活热情，是布隆迪人在困顿之地继续向前的最大动力。布隆迪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斜坡之国，在这个高原小国，平地稀少，山路崎岖，交通系统几乎全部依赖泥土路和简易公路，没有铁路，没有港口，唯一能通向外界的是与邻国坦桑尼亚接壤的几条主要货车线路。而在这个不设限速、不设护栏的世界里，自行车成为了最廉价也是最危险的交通方式。每天早晨，布隆迪的无数骑车人便出现在山路上，他们不是锻炼，也不是消遣，而是为了活命在拼命。一辆加固后的自行车被绑上香蕉、木柴、塑料桶或其他货物，重达上百公斤，推车上坡，控速下坡，每一步都充满危险。许多时候，自行车手会在陡坡上挂车，紧紧攀附在经过的大货车尾部，借其动力滑行。这是省力的捷径，却也极其致命。35岁的骑手乔瑟夫就是挂车的老手，他每天从山下运送香蕉酒到市区，沿路几十公里。他说，如果运一趟能多拉100公斤，我的孩子晚上就能多吃点。然而，他也承认，
自己亲眼目睹过4个朋友因为挂车摔倒，当场死亡。车速快，刹车不及，人在地面像纸片一样被碾压过去，连尸体都难以辨认。布隆迪政府曾试图禁止挂车行为，甚至出动警察在胁迫拦截，但在现实面前，这样的管理举措几乎无效，因为对很多人而言，不挂车就意味着运送效率降低，收入减少，甚至饭都吃不上。警察罚款，他们逃跑；执法人员松懈，他们又重新回到货车尾部。除了挂车，自行车手面临的另一大危险是路况。雨季时节，道路泥泞不堪，很多骑手因车轮打滑、刹车失控而摔进山沟。由于缺乏紧急医疗服务，轻伤者只能靠自愈，重伤者只能自认倒霉。有些人因为一次事故，从此失去谋生能力，全家陷入绝望。这些风险并未让骑车人退缩，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。自行车就是他们的命根子，它是家庭的饭碗，是孩子的学费，是妻子的药费，是整个家庭生死线上的救命绳索。而在这些滚滚向前的轮胎之下，是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无法改变的结构性困境。没有基础建设支撑，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体系，布隆迪人只能靠双腿与双轮，孤身一人地攀登生活的斜坡。这些骑车人的影子在朝阳和黄昏中拉得长长的，他们像穿梭在山林间的隐形英雄，一次次在死神身边擦肩而过，却依然用尽全力为生活留下滚动的痕迹。尽管物质极度匮乏，但布隆迪人并未失去他们的文化血脉。在这个看似沉默的国度里，传统以顽强的姿态顽固地生长在田野、村庄和节庆当中。它既是他们对抗苦难的精神支柱，也是对身份的坚持。布隆迪的鼓手文化堪称非洲一绝。过去，皇家击鼓者是国家最尊贵的表演者，象征着国王的权威与部族的荣光。他们穿着红白相间的传统服饰，肩扛沉重鼓筒，踏着节奏奔跑，用鼓声呼唤神灵与祖先。如今，尽管王权早已消失，击鼓者仍然活跃在婚礼、庆典与重要集会上。有人将这视为表演，也有人把它当成信仰的延续。布隆迪的婚礼习俗质朴而带有浓厚的农业色彩。年轻人结婚时，新郎需向女方家庭送上聘礼，可能是一头牛、一袋豆子，甚至是一把锄头。这些看似简陋的物品，却蕴含着对新生活的祝福。婚礼现场，亲朋好友围坐一圈，喝香蕉酒，唱民歌，鼓点与笑声交织，构成一种原始而热烈的生命礼赞。丧礼同样展现了布隆迪人对社区的重视，村民们会自发聚集，帮助死者家属准备食物、搭棚、主持仪式。没有殡仪馆，也没有统一流程，但这份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温情，让死亡不再只是哀痛，而成为连接社区与历史的一部分。布隆迪的传统文化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它体现在歌声里、鼓声中、田野的劳动节奏中，也融入了他们对待亲情、爱情、生死的方式之中。在时代洪流中，它摇摇欲坠，却也像布隆迪人本身那样坚韧不屈。在所有艰难与动荡之中，布隆迪并不缺乏希望的微光。即便在最贫困的山村，也总有孩子在破旧教室中朗读字母，有农民在清晨田间劳作，有年轻人拿着破手机听收音机学法语。他们或许没有宏伟梦想，但对明天的渴望始终没有熄灭。近年来，布隆迪政府推动小学义务教育，尽管教室破旧、课桌紧缺、师资不足，但学校仍然成为许多家庭唯一可以给予下一代的希望。孩子们顶着烈日步行几公里上学，有时还要自己带板凳，课本几人共用一本，却依然认真聆听，因为他们知道识字和算术或许就是通向另一种人生的门票。在布琼波拉街头，也能见到一些年轻创业者，他们修理手机，兜售二手电器，或摆摊卖自酿饮料、烧烤香肠。这些小生意微不足道，
却反映出布隆迪年轻一代不愿坐等命运安排的挣扎。他们知道机会稀少，也知道失败的成本极高，但依旧选择行动。媒体也成为社会中一股正在生长的力量。民间电台记者深入各地，记录腐败，报道民生，宣传农业知识。有的节目甚至成为村庄里最受欢迎的夜课。互联网普及率极低，但广播却成了布隆迪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。国际援助仍然是布隆迪发展的一部分，但许多项目受限于腐败、资源浪费与执行不力。尽管如此，个别 NGO 组织在医疗、教育、女性赋权等领域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，为这个国家的边缘地带去一丝丝希望。在夹缝中求生的布隆迪人没有放弃生活的权利，他们靠香蕉、啤酒、自行车与鼓声维系着一段段贫瘠却不屈的生命旅程。他们或许没有灯火辉煌的未来蓝图，但他们在脚下的土地上踩实每一步，努力让下一代能走得稍微轻松一点。希望在这里从不喧哗，它藏在母亲送孩子上学的目光里，藏在少年用废纸折成的练习本上，也藏在老人鼓起勇气说出我不识字，但我希望我的孙子会写他自己的名字的话语中。布隆迪不是一个等着被拯救的国家，而是一个努力用微弱光亮撑开黑暗的人间现场。在布隆迪，贫穷不是一个新闻标题，而是每一寸土地上实实在在的呼吸和生活。这里没有灯红酒绿，没有耀眼的摩天楼，有的只是满是尘土的道路，破旧不堪的学校和用汗水灌溉出来的田野。但即便如此，布隆迪人从未在命运面前低头。他们用一辆辆破旧自行车，一桶桶发酵的香蕉酒，一场场用鼓声唤醒的庆典，一步一步在泥泞与困顿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生存之路。他们的故事也许不会在国际新闻中占据头条，不会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留下显眼的一笔，但正是这些在边缘处默默挣扎的人们，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生活本身最本质的尊严。布隆迪的未来或许仍然漫长而曲折，但正如高原上的野草，即使风雨摧残，也依然倔强生长。每一张微笑的脸庞，每一辆沉重却滚动向前的自行车，都是这个国家最动人的主角。布隆迪不只是非洲地图上被忽略的一个名字，更是一群在尘土与阳光中努力生活、无声抗争的人们，用微弱却坚定的光照亮自己前行的路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如果您还喜欢本期内容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一个视频会更精彩。